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这一次，自称男人的白鹿底裤都被扒掉了。这段时间，仙侠剧《长月烬明》热度高涨。身为女主的白鹿，本以为终于可以熬出头，谁能想到，等来的不是爆红，先是演技被吐槽，还被扒出了一堆黑历史。01，从内娱腐女到精神男人。起因是李晨在综艺上说了疑似不尊重女性的言论，但还好他火速道歉。谁能想到，紧接着网友却把矛头指向同为一个节目嘉宾的白鹿，质疑他曾经也发表过类似言论，为什么他不道歉？至于到底是什么言论，可是被网友们拿着扒背竟扒了个底朝天。比如，在招摇宣传期间，被问到剧情人设，他竟然用男霸总和小母狗来形容，而惹了众怒的就是小母狗这个3个字。虽然粉丝替他洗白，说这不过是为了对应前面提到的小奶狗，但这个词本身自带的暗示和羞辱，可是怎么都没法改变。比如，白鹿多次在社交平台明目张胆地说自己是男孩子，在节目里让大家把自己当成男人。对于喜欢的角色，就说很男人；对于不喜欢的角色，理由是太娘了。在《长月烬明》的海报花絮里，只是摆了几个 pose， 就非常嫌弃地表示太娘了。拍摄警察荣誉时，有场戏是他下井救人，浑身弄得脏兮兮，工作人员心疼他，说这真是男主该做的事。结果白鹿直接回了句：“我也是男主。”怎么说呢？可能白鹿说这些话、做这些事，本意并不是大家猜测的那样。可看得多了，听得多了，难免让人往那方面想。放着好好的美女不当，非要当个精神男人。更何况，都2023年了，怎么还有人把假小子和随和、好相处划等号啊？这的多自我厌恶，莫不是对女性有偏见？热度越来越高，争议越来越大，白鹿却迟迟没有道歉，反而是发了律师函警告，还有找公关公司大量删帖的嫌疑。只因为有人发帖指责他污名化娘字，还经常把我是男的、男生性格更好相处之类的挂在嘴边，还说白鹿不该被称为4大腐女，因为她的男的。虽然白鹿迫于压力道了歉，也删除了所有相关文字内容，然而网友并不打算买账。不过，就算这次被骂得再次，也不能掩盖一个事实，毕竟白鹿可是从素人网红一路逆袭成如今的人气95花。至于是怎么做到的，是运气，是背景，还是实力，那就要从29年前说起了。02，从素人网红到人气小花。1994年9月，白鹿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，只不过那时的她还叫白梦妍，标志性的小虎牙也还在。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人家，但父母对这个宝贝女儿却极其疼爱，不会逼着她考第一，哪怕学习成绩平平也无所谓。他们希望的是女儿能健康、快乐地长大。当然，对于白鹿的梦想，父母也是在能力范围内，尽可能地去做她最坚强的后盾。大概在白鹿13、14岁的时候，恰好赶上韩流浪潮席卷亚洲，小姑娘不仅迷上了追剧，还要疯狂追星。为了离他们更近一点，甚至萌生了要去韩国做练习生，和偶像站在同一个舞台的想法。虽然听起来确实很疯狂，但白鹿为此也确实付出了不少努力，学韩语、练唱歌、练跳舞，一心想着能在韩国出道。父母看女儿这么拼，也就不再阻止，还陪她前往上海参加造星工厂 SM 的练习生选秀。然而，没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白鹿，连第1轮面试都没通过，就直接被 pass 了。
白鹿也人生头一次尝到了梦想破灭的滋味。尽管不好受，但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。既然练习生这条路走不通，不如换个思路，另谋出路。是的，虽然失败了一次，但白鹿压根没想过放弃。就这样，长相清纯可人的白鹿，索性做起了某宝平面模特，还在社交平台开通了账号，把照片发到上面，渐渐地积攒了一波粉丝，也被贴上了网红的标签。2015年，白鹿被导演猫的树本名袁爽相中，并合作拍摄了短片《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玩笑》。清新、唯美的滤镜，满满的青春气息，镜头下的白鹿，妥妥就是校园女模样，干净、简单、甜美，连2颗小虎牙都显得格外可爱。之后，白鹿成了猫的树工作室的御用女主，并且凭着短片小火了一把。2016年，于正看中了猫的树的短片，不只是导演，连带着旗下演员宋威龙、白鹿等等，一口气全签了下来。默默无闻的小网红，竟然就这么从短视频平台踏进了主流娱乐圈的大门，从此走上了逐梦演艺圈的道路。有于正力捧，白鹿自然不用为资源发愁。不久后，她便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《朝歌》。在剧中，她是武艺高情况、性格泼辣的女将军邓婵玉。虽然是个只有15场戏的小配角，但却是她演艺事业的新起点。而真正让白鹿打开知名度的，还得是那部《凤求凰》。在剧里，她一人分饰2角，一个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霍玄，一个是有姿色更有心机的小妾乐韵。2个反差极大的角色，也让观众看到了白鹿的演技。只不过，人气高涨的同时，这剧也让她陷入了不小的争议。先不说霍玄这个角色在原著里根本不存在，等同于是强行加进去的，更何况身为女二的白鹿，戏份竟然比女主关晓彤还要多。据说关晓彤2集才出现5分钟，这偏心未免太明显，难怪粉丝气到狂喷，这剧不如改名叫《霍玄传》。不过有于妈在，这些都是小事。为了让白鹿爆火出圈，于正不惜怒砸7部女主戏，其中包括《烈火军校》《大王不容易》2部自家公司的戏，还有《西游记》女儿国、招摇世界、欠我一个初恋、半是蜜糖半是伤、九流霸主5部公司为她接下的戏。要说白鹿，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接受过正儿八经的培训，但也确实够争气。2017年就凭着《大王不容易》拿下了年度潜力电视剧女演员奖，之后2年又凭着《凤求凰》《烈火军校》先后拿下平台尖叫之夜年度戏剧潜力艺人奖、尖叫之夜年度戏剧人气女艺人奖。除了偶尔传出点小绯闻，比如在拍摄《招摇》期间，白鹿在社交平台晒了人生中的第1双高跟鞋，结果却遭到徐凯前女友网红大金的爆料，称高跟鞋下面的床单就是他以前买的。紧接着大金又晒出一张粉丝发给自己的私信截图，称之前在酒吧遇到徐凯，多次想和他约 P。 虽然徐凯做出了回应，但大金又发了长文控诉徐凯出轨、家暴，还晒了自己被家暴后的照片和聊天记录。好家伙，这边徐凯和前女友撕得火热，那边白鹿已然被卷入小三风暴，顺便引来一片骂声。不过这事好像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大约2个月后，徐凯被拍到出现在白鹿家小区，与经纪人告别后独自进入白鹿家，待了整整1夜。还有人爆出2019年2人拍的《烈火军校》期间，白鹿在片场掐徐凯屁股。虽然后来于正主动帮忙澄清，称白鹿只是在帮徐凯整理裤子里面的威亚，但不少网友仍然表示不理解。毕竟现场那么多男性工作人员，为啥白鹿非要亲自上手？
不久后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骂出了 PTSD， 白鹿干脆直接注销了那个社交平台的账号，而且还和徐凯互相取关了。虽然当事人从始至终都没承认这段恋情，但如此操作难免让人多想。在这之后，白鹿和徐凯仿佛彻底划清了界限，两人再也没有合作过同一部戏，而白鹿也卯足了劲儿发展事业。03，从演技爆发到演技浮夸，不得不说，虽然在短视频界，白鹿确实是属于靠脸出圈，但进入娱乐圈之后，他也曾靠实力证明自己。先是和任嘉伦合作的《周生如故》，总共24集，却有30场哭戏。白鹿演技大爆发，每一场的细微之处都被处理得恰到好处，用眼泪把观众虐得死去活来。尤其是大结局，他身穿一袭红衣，走上城墙，说出那句“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”，随后纵身一跃，简直把 BE 美学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就问这名场面，有多少观众边看边哭得泣不成声？据说当初拍摄时，连导演都狠狠共情，泪洒片场，连1秒镜头都舍不得删掉。接着又和罗云熙合作出演了《半是蜜糖半是伤》，两人在戏里从青梅竹马到恋人，初学吻、电梯吻、沙发吻、地板吻，每场吻戏都又甜又欲。看完之后真的很难不上头。还有去年的《警察荣誉》里，相比于以往角色，白鹿这次在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有着很大的反差。为了更贴近基层民警形象，白鹿在开拍前亲自前往派出所，跟着民警出警，体验他们工作的不易。虽然在一群老戏骨之间，白鹿的演技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但凭着这部剧，他也扭转乾坤，成功收获到了一大波正面评价。怎么说呢？从2016年正式踏入娱乐圈，经过7年的磨合，曾经的素人网红似乎早已适应了这里的节奏。有几部拿得出手的作品傍身，白鹿算是彻底转型成功。要演技有演技，要人气有人气，算是坐稳了新晋一线95花的位置。只不过到了最近播出的《长月烬明》，一切却好像又回到了起点。一方面，有网友形容白鹿在剧中的只会瞪眼、咆哮、咧嘴大笑，表情浮夸，用力过猛，而且从仪态到演技都与仙侠剧该有的形象背道而驰。另一方面，白鹿对剧中人物似乎并没有理解到位，他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。在采访中，白鹿表示最喜欢的角色是桑九，可说到桑九的黑化入魔，他却只说成是反派恶女。但在网友看来，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桑九的家人惨死，他内心满是仇恨，是为了复仇而黑化，并不只是单纯的作恶。正是因此，网上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。如果按照白鹿所说，这样的黑化不过是让自己过了把演反派的瘾，反而忽略了角色本身，没有真情实感地体会到角色内心的痛苦和悲凉，又怎么带着观众进入剧情呢？大概正是因为对角色的理解不够深入，才导致他此次的表演看起来有种浮于表面的浅显。身为一名演员，不仅要对演戏这件事满怀热忱，更要在日积月累中沉淀磨练，为的就是能够更透彻地理解角色，走进角色内心，设身处地地站在角色的角度，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，寻找到人物内心动机与情感依据，这样才能让人物变得更加立体鲜活，而不是只停留在表面。如果连最基本的角色内核都没搞清楚，又怎么做到去和角色共情，去为角色填充血肉？网红也好，演员也罢，身为公众人物，更应该谨言慎行。此外，不管身处哪个领域，都离不开专业2字。既然选择了这条并不好走的路，那么就要咬着牙坚持下去，即享受诠释不同角色、
体验不同人生的过程，也享受和角色一起成长、共同进步的成就感。流言蜚语也好，质疑冷眼也罢，也都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种经历。对于30岁的白鹿来说，她的演艺之路才刚刚开始，希望不要迷失在路途中了。